呸！什么东西？一个连狗都不如的赘婿，也敢偷窃我们楚家的商业机密？就是，还妄想在茶里下毒谋害大小姐，简直是活腻了！老太君有令，把他丢在这野狼谷，生死由命。行了，别废话了，这地方邪门的很。听听这远处的动静，狼群估计快出来了，咱们赶紧撤。我竟然穿越了，还成了楚家一个受尽屈辱的废柴赘婿，被陷害窃取机密，被当作弃子丢进狼谷。很好，既然我接管了这具身体，那些踩在我头上的，我会让他们百倍奉还。弃之，体能不足，只能智取。找死！楚清秋，这冰山女人平时对我视若无物，现在被人追杀，倒也是报应。确认淹死再撤。他若是死了，楚家的局势必然大乱，老太君更会把罪名坐实在我头上。这个女人现在还不能死。是你这废物，怎么会在这里？那些刺客是你引来的。楚大小姐，我要杀你，刚才在水里松手刑了。别以为你救了我，就能洗清你凑取机密的罪名。罪名？那是你们楚家自导自演的把戏，别废话了，省点力气活着回去。楚家，我秦风回来了。大胆狂徒，窃取秘方在先，又在青丘的茶水中下毒在后。来人，将这个不知死活的白眼狼拖下去，动用家法，直接杖毙。是，谁敢动我？这绝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废物能有的气场。哼，好啊，管家，把证据拿出来。这就是从秦风床底搜出的毒药粉末，以及超数秘方准备卖给敌对商行的密信。哈哈哈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铁证，简直愚蠢至极。死到临头还敢狡辩？管家，你说这信是我写的？哼，字迹可是找人比对过的。字迹可以伪造，但脑子造不了假。你干什么？想毁灭证据？怎么会这样？自己消失了。姜汁混合淀粉写字，碘液熏烤咸养的把戏罢了。真要卖机密，谁会用这种随时会消失的墨水写信？至于这瓶所谓的毒药，秦风，你疯了！不过是甘草粉掺了点石灰，遇水发热变色，连只老鼠都毒不死。你们陷害我的手段太没技术含量了。就算证据有假，你这赘婿目无尊长，也留你不得。留我？老太君，你以为我秦风还稀罕留在你们楚家？楚清秋，你我之间的夫妻名分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你休了我！反了！一个赘婿竟敢休妻！秦风，别忘了你当年签了卖身契入赘我楚家，没有我的同意，你生是楚家的一条狗，死也是楚家的死狗。来人，把这个逆贼给我打入最底层的柴房，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给他一口水喝。我要让他在这里慢慢等死。卖身契，很快我就会让你们楚家跪着求我把他撕了。古代的瓷器再好，也敌不过我这跨时代的降维打击。只要控制好温度，加入草木灰作为助溶剂，这粗糙的沙子就能变成震惊这个时代的至宝。楚老太君，楚大小姐，按照契约，你们楚家承诺本月交付的10万件极品青瓷，
至今毫无动静。这笔买卖若是黄了，我九鼎商会的损失，你们楚家赔得起？裴会长息怒，楚家最近出了点内鬼，窑厂的配方泄漏，导致烧出的瓷器全是不合格的废品。哎呀，请您通融，商场如战场，契约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若不能按时交货，需赔偿违约金100万两白银。拿不出钱，就拿你们楚家的大宅来抵。100万两，把楚家卖了也凑不齐啊！这时代的权贵把粗糙的琉璃当成神物，而我手里这颗，纯度足以碾压他们的一切认知。楚家，九鼎商会，从今天起，这天下商烙的规矩由我秦风来定。却要把我楚家呀！难道我楚家100年的基业就要毁在我的手里？区区100万两违约金，也敢在这里大呼小叫？这局我来破。这是什么？秦公子，能否容我一观？裴会长若是有兴致，看看也无所谓。怎么可能？即便西域进贡的7宝琉璃，与之相比也浑浊得如同泥水。秦风，这颗琉璃是无价之宝，只要你愿交给九鼎商会100万两白银的违约金，我裴红叶做主，一笔勾销。一笔勾销！裴会长当真？天佑楚家！没想到这废物赘婿竟能捣鼓出这种宝贝，我们有救了！这怎么可能？他到底瞒了我多少？好，秦风，你立了大功。老身允许你回到青丘坊里继续做赘婿。慢着，老太君，我什么时候说过这颗琉璃是给你们楚家的？你是楚家赘婿，身上的一切都是楚家的。楚家的财产，我在楚家吃的是残羹3缸，住的是漏风柴房，还要被你们百般羞辱。想用琉璃抵债可以。秦风，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的很简单。归还我的卖身契，签字画押，与我正式和离。从此，我秦风与你楚家恩断义绝，再无瓜葛。放肆！竟敢反向休妻！你做梦！秦风，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还背着窃取机密的大罪！这些罪证足以让你坐砖底牢。来人，请家法！今日就算是打断他的4肢，也要把配方给我撬出来。家法，好啊，我倒要看看，今天是你们楚家的家法硬，还是我秦风的拳头硬？住手！都给我退下！秦风，你冷静一点，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裴会长就在旁边看着，你难道想让外人看我们楚家的笑话吗？楚家的笑话？楚春秋，你们楚家早就成了天大的笑话。我知道你在楚家受了委屈，但你不能否认，是楚家给了你一口饭吃。只要你交出配方，解了楚家这次的危机，我保证，以后在楚家，我会给你应有的地位，我们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楚春秋，收起你那副高高在上的施舍嘴脸吧。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我秦风还在乎你这个所谓的楚家大小姐？在我眼里，你和你这腐朽的楚家一样，一文不值。这等养不熟的白眼狼就该乱棍打死！想要配方？行啊，拿和离书和卖身契来换。今日我秦风立字为据，自愿废除与楚算秋之婚约，解除楚家赘婿之死期，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签字，画押。慢着，秦风，你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大楚律例第372条明文规定，凡签有死契之赘婿、奴仆，若身背窃取主家机密等重大污点，绝不可强行脱籍。若敢强行解除契约，不仅文书无效，还要被赐字发配3000里。秦风，你窃取楚家窑厂配方的罪证确凿，你想强行脱籍？可以啊，只要你前脚踏出楚家，我就去顺天府告你。在大楚的律法面前，你就是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臭虫。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交出配方，否则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哼，楚老太君、楚管家，你们楚家的家法和律例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不过我裴红叶是个生意人，不关心你们楚家的家务事，我只认价值。今日我九鼎商会在此宣布，这100万两白银的债务抵销，我只认秦风公子本人。若是楚家敢动秦公子一根汗毛，我保证明日太阳升起之时，就是楚家在京城商界彻底除名之日。既然楚家想用律法卡我，那我就用资本的力量，直接掀了这桌子。裴会长果然爽快。从今日起，这极品琉璃的独家代领权归九鼎商会所有，我出技术和配方，利润55分成。至于楚家，1两银子也别想沾。你这个畜生，我杀了你！秦公子，合作愉快。今晚我在望月楼设宴，不知公子可否赏光？家人相邀，自当赴宴。他真的不需要楚家了。如果我当初能哪怕相信他一次，这足以改变天下的富贵，是不是就属于我了？秦风，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难道真的要把我逼上绝路吗？楚管家，那本律例确实卡住了我，但只要把你伪造账本的真相逼出来，这死结自然就解了。今晚给你们准备了一场盛大的烟火晚会。老太君发话了，今晚必须把琉璃配方搞到手。那小子要是敢反抗，直接打残，只要留一口气能写出配方就行。管家放心，对付一个废物赘婿，兄弟们手到擒来。我的眼睛，我的手！这是什么妖术？快跑！秦风，你在干什么？快放开他！你竟敢在楚家行凶！快报官，去顺天府报官！楚管家，顺天府的人来了，你说我是先交代这几个贼人深夜行凶，还是先交代你做假账，亏空楚家10万两黄金的事？秦风，你胡说什么？我胡说。楚管家，3个月前，城东3家米铺的账目你私吞了3万，半年前窑厂购买高岭土，你以次充好，是回扣5万。为了填平这10万两的空漏，你故意泄露窑厂配方给对家，导致楚家烧出废瓷。这所有窃取机密的罪名，全部扣在了我这个赘婿头上。楚管家，我说的对吗？是我做的，都是我做的。老太君、大小姐，饶命啊！是我鬼迷心窍，是我栽赃秦风的，不关我的事，是对家逼我的。秦风，对不起，是我错怪了你，你受委屈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补偿？真相已明，污点已洗，大楚律例再也困不住我。从今往后，我秦风不再是楚家赘婿，你我之间恩断义绝。秦风，别走，求求你别走！秦风，你站住！我知道错了，你不能就这么走。放手！不放，是我眼盲心瞎，受了那狗奴才的蒙骗。你留下来，楚家以后你说了算，你想做什么我都依你。楚春秋，收起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你以为我秦风还在乎你这破败的楚家？你当真一点情分都不念？我们之间从无情分，只有死契。如今死契已毁，你我便是陌路人。好一出夫妻决裂的戏码啊！不过，秦公子，你今晚怕是走不成了。天穹卫，不知在下犯了哪条王法？劳驾区域指申官亲自出马。你涉嫌使用未知危险物致私人重度烧伤，危害公共安全。来人，给我拿下，带回驻地严监。住手！你们不能抓他。楚大小姐，
天空卫办事，你也敢阻拦？今晚之事纯属我楚家内务，那私人家丁是咎由自取，我楚家不予追究。我以楚家信誉作保，秦风绝非恶徒。哈哈哈哈！楚家信誉，楚清秋，你们楚家连九鼎商会的欠款都还不上，窑厂烧出的全是废料，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你哪来的信誉作保？你滚开！妨碍天穹卫执法，连你一起抓！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正好，我也想去你们的驻地喝杯茶。呵呵呵，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带走！秦风，不要！九鼎商会会长裴红叶，秦公子，别来无恙啊！能在天童卫的禁闭圈里相逢，缘分二字真是妙不可言。裴会长这种掌控商界霸权的大人物，也会被请到这种安撒地方喝茶？树大招风罢了。天穹卫以例行盘查商业垄断为由，留我在这儿核对几笔账目。倒是你，听闻秦公子今晚在楚家大发神威，不仅用一种神秘的幽蓝色火焰把人烧成了灰，还随手捏碎了楚家那张死妾。你这头隐忍了这么久的乾隆，终于舍得出冤了。乾隆出冤，总得见点血。倒是裴会长，你在楚家大堂力挺我，又在这里等我，总不会是为了看我笑话吧？快人快语，秦风，我得对你在楚家拿出的那颗琉璃珠很感兴趣。你若肯把配方卖给九鼎商会，我保你今晚安然走出这扇大门。卖配方？裴陶展，你格局小了。我九鼎商会掌握天下2/3的瓷器、玉器渠道，你敢说我格局小？正因为你们掌握了渠道，才更应该明白，九鼎商会的扩张已经到了瓶颈，各方势力眼红你们的利润，天穹卫更是对你们严防死守。你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件昂贵的商品，而是一个能彻底颠覆现有市场规则的降维打击。在这个时代，玻璃就是降维打击的核武器。说来听听。第一步，琉璃量产计划。你以为我只能烧出1颗琉璃珠？错，只要资金和原料充足，我能把琉璃的成本压低到跟普通瓷器一样，但品质却能碾压西域进贡的皇室贡品。不可能，琉璃乃天地奇物，怎么可能量产？你疯了吗？是不是疯话？裴会长大可一试。一旦量产成功，我们要做的就是第2步，饥饿营销。何为饥饿营销？将最极品的琉璃限量供给达官贵人，炒出天价，打造品牌护城河，再将次一等的琉璃以极低的价格倾销到普通市场，彻底挤死其他商会的瓷器和玉器生意。到那时，九鼎商会就是天下唯一的神。这个计划，裴会长，你敢接吗？秦风，你真是个怪物，55分成。九鼎商会出钱出渠道，你出技术。成交。把门打开！本官倒要看看这赘婿的骨头有多硬。楚家那几个家丁是怎么烧起来的？那种幽蓝色的火到底是什么妖术？怎么，执行官大人对办案不感兴趣，反而对我的私人物品这么上心？少废话！交出那种火焰的配方，本官立刻销毁你的卷宗，放你远走高飞。若敢说半个不字，这天穹卫的暗房里多的是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手段。勒索到我头上来了，执行官大人，你这胃口也不怕撑破了肚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官现在就废了你这双手，看你还怎么偿还！动他一下试试。九鼎商会最高信物，你是裴红叶？算你还有点眼力。秦风现在是我九鼎商会的首席合伙人，你敢动他，就是向整个九鼎宣战。裴会长，这里是天穹卫驻地，就算你是会长，也不能干涉执法。他危害公共安全，本官依法办案。依法办案？好一个依法办案！那你认不认识这块牌子？天童卫核心干员轩辕吉。轩辕吉大人，
下官有眼无珠，冲撞了秦公子和裴会长。那配方下官不要了，求裴会长高抬贵手，千万别告诉轩辕吉大人啊！今晚的事，我不想听到半点风声。下官明白，下官今晚又聋又哑。外面好像有个痴情人站了一夜。我的指控呢？来人，快把秦公子的卷宗全烧了！快点解开锁链，秦公子是清白的，是天卫抓错人了。秦公子，裴会长，下官亲自护送二位出去。秦先生，九鼎商会首席合伙人的专属车将已备好，皓月湾的核心资产交接还等着您去亲自主持大局呢。有劳裴会长。我到底错过了什么？秦风，这是天穹卫和天下三大商会最新的资金流向图，你要的下一个目标已经咬钩了。很好，接下来我要让整个天下的商道都按照我的规矩来运转。展开羊皮纸。皓月湾占地极广，且临近水路，正是完美的工业基地。秦先生，这些方块和线条究竟是何物？造琉璃只需建几个大窑不就行了吗？大窑那是古代作坊的做法，我要建的是跨越这个时代的流水线工厂。这里是原料粉碎区，所有实心砂统一粉碎，接着传送到这里高温熔炼区，最后后是成型和炭火区。每一个工人都只负责一道工序，互不干涉。只负责一道工序，这样的话，不需要熟练的匠人，连普通流民都能立刻上手。产量将是传统大窑的100倍，甚至1000倍。我要让琉璃不再是达官贵把玩的稀罕物，而是我掌控天下财富的筹码。秦先生之才，红叶叹服，资金与人力，九鼎商会全力支持。100倍产量，此子竟有颠覆天下市场格局之能。天穹卫寻找的破局者，难道真的是这个曾经的楚家赘婿？少废话！楚家青瓷交不出货，按照契约赔偿3倍定金。今天拿不出银子，老子就搬空你们楚家！什么江南第一世家，没了琉璃神物，连个屁都不是！赶紧还钱！大小姐，您终于回来了！各大钱庄和商号联手逼债，咱们账房里的现银已经彻底空了。诸位，楚家100年底蕴还在，城外还有几处田产和窑口，宽限我3日，我一定筹集资金补上缺口。宽限3日，楚大小姐，你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主子呢？你那些破田产和旧窑道，早就被九鼎商会暗中放出的风声打压得一文不值了。现在谁敢接盘楚家的产业？你已经穷途末路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么快？秦风，这是你在报复我吗？你刚走，楚家就塌了。秦风，流水线工厂的框架已经搭好，第一批琉璃3日后就能出炉。各大商港已经闻风而动，拿着银票在九鼎商会门口排队了。我们要立刻放货吗？放货？太便宜他们了。第一批出炉的琉璃只展示不售卖，放出风去。皓月湾实行至尊会员制，只有缴纳10万两白银的入会费，才有资格参与后续的竞价。10万两，仅仅是资格，这简直是抢钱！他们会答应吗？他们不仅会答应，还会抢破头。人性本贪，越得不到的东西越觉得珍贵。等这笔巨额资金回笼，立刻给我封死楚家所有剩下的原材料渠道。我要让楚春秋彻底明白什么叫绝望。让开！都给我开！我出15万两，给我一个皓月湾的至尊会员名额！我要见裴会长，第一批琉璃神物我包了！疯了！整个天下的商道都疯了，这哪里是在做生意，
这简直是呼风唤雨！秦风的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仅凭一个饥饿营销的概念，连一片琉璃都没卖出去，就空手套白狼回笼了数百万两白银。传首席合伙人秦先生的旨，即刻动用回笼资金，将市面上所有烧制青瓷的高岭土和釉料全部买断，一斤都不许留给楚家。大小姐，彻底完了！说，就在半个时辰前，九鼎商会以双倍的价格截胡了所有的货源。咱们派去交接的人连一捧土都没带回来，那笔押金也被对方找借口扣下了。双倍价格，九鼎商会哪里来的这么多现银？裴红叶这是要对楚家赶尽杀绝吗？大小姐，小人花重金买通了九鼎商会的一个账房，听说这背后一切的布局都是皓月湾那位神秘的首席合伙人在操盘。他对我们楚家的底细了如指掌。首席合伙人到底是谁在针对楚家？秦先生，楚家资金链彻底断裂，各大商铺已经被查封，楚家老太君气急攻心，已经晕死过去。不够，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我要的是楚家这栋腐朽的大厦连根拔起，灰飞烟灭。放出风声给楚清风，告诉他，如今这天下能救楚家的，只有我皓月湾。属下明白。楚清秋，当你曾经视若草芥的废物成为你唯一的救命稻草时，你那高高在上的自尊还能撑多久？我等着你来跪求我。这位大哥，求求您再通融一下。楚家春秋真心求见首席合伙人，哪怕只给我一炷香的时间。滚开！首席合伙人日理万机，岂是你这种破老虎想见就能见的？再敢靠近半步，休怪我不客气。哎呦，这不是楚家那位眼高于顶的大小姐吗？听说你把那个懂点本事的赘婿给赶走了，真是报应啊！现在知道来皓月湾摇尾乞怜了，可惜人家首席大人根本看不上你这种人。他已经在风雪里跪了3个时辰了，受尽了白眼。若是再动下去，只怕要死在皓月湾门外。你当真一点都不心软？心软？他当初任由家族将我关进柴房，用死气逼迫我的时候，可曾有过半点心软？不把他那高高在上的骄傲和自尊一寸寸的碾碎，他永远学不会怎么仰视别人。让他继续跪着。这个男人不仅手段通天，心智更是冷酷的可怕。谁若是做了他的敌人，简直是生不如死。我不能倒下，楚家几百口人的性命都在我手上。我要见首席。首席合伙人有令，准许楚之秋入内觐见。谢谢首席大人。楚家罪女青秋拜见首席大人，只要大人肯出手注资救楚家，青秋愿让出楚家80%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楚大小姐，几日不见，你的骨头倒是软了不少。秦风，怎么会是你？皓月湾的首席合伙人竟然是你！我知错了，秦风，我真的知错了。你已经赢了，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楚家吧。只要你愿意，我现在就接你回楚家。不，我做你的妾都可以。接我回去？楚春秋，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以为我是为了报复你这种蠢女人才费这么多心思？你配吗？自己打开看看，天穹卫送来的绝密卷宗。管家贪污，
陷害你窃取机密，这些大伯和二叔他们早就知道，他们甚至暗中推波助澜，就为了独吞那笔款项。楚家从根子上就已经烂透了，你自以为精明，却被一群蛀虫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样的家族有什么拯救的价值？走！秦风，救救我！我什么都没有了，秦风。从我踏出楚家大门的那一刻起，你我便只有商场上的死局。传令下去，3日之内，我要让江南楚家彻底从商道版图上抹去。大小姐，秦风，我到底错过了什么？废物，全都是废物！楚春秋平时自诩清高，关键时刻连个男人都哄不回来。他不是去求秦风了吗？钱呢？皓月湾的注资呢？唉，大哥，九鼎商会的人放话了，今晚子时之前，若交不出30万两白银，就要拿咱们楚家的地契和祖宅抵债，咱们彻底完了。大老爷、二老爷，大小姐在风雪中冻晕了，急需请大夫啊！请大夫？楚家连买米的钱都没了，拿什么请大夫？大伯，秦风他拒绝了。既然那姓秦的忘恩负义，楚家也不养闲人。秦秋，家族养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你报恩的时候了。你什么意思？青秋啊，区域总信官大人早就对你垂涎3尺，只要你今晚愿意委身于他，他就能出面替咱们握降债务，保住楚家最后一点血脉。你们要我去给那个脑满肠肥的太官做妾？当初是你们贪墨公款陷害秦风，才把楚家逼上绝路。现在你们为了苟活，竟然要卖亲侄女！放肆！你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吗？你现在不过是个破产家族的丧门星。来人，把他给我绑回柴房，今晚入夜直接送进执行官府邸。快快！首席大人，这炉温已经加到极致了，再烧下去，这特制的高楼怕是都要化了。闭嘴，家伙！我要的是绝对的纯净，不容一丝杂质。开模，冷却。老天爷啊！这是什么神仙物件？传说中的龙宫龙珠也不过如此吧？龙珠，在我的家乡，这叫玻璃，但在这里，它就是降维打击的极品至尊琉璃。老五，带上这颗珠子，准备布置玲珑阁。今晚我要用它钓一条能吞掉整个江南商道的超级大鱼。小人领命。我楚景秋就算死在荒郊野外，也绝不任由你们这群禽兽摆布。百年难遇，这等纯净度没有一丝杂质，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神物。这东西若是能看上一眼，死也值了。听说谁能一口爆出他心中的底价，这珠子就归谁。这简直是把全江南的财力踩在脚下摩擦呀！秦兄这一手饥饿营销，当真绝妙。这珠子你不过花了些沙子和石灰，沙子和石灰不值钱，值钱的是跨越时代的知识。在绝对的降维打击面前，他们的疯狂只是无知的可恶。此等神物就出现在这小小江南，1万两黄金，外加1枚天穹卫特许通商金牌，这算不算缘分价？成交。
你很不错，希望能看到你掀起一点风浪，别让我失望。轩辕大人放心，很快这风浪就会变成海啸，淹没所有旧时代的残党。前锋救我！大伯他们疯了，他们要把我卖给区域执行官那个老变态做妾，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救救我！当初你们楚家联合管家贪没我的嫁妆，在大堂上打断我的腿，逼我画押的时候，可曾想过夫妻一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背着我做的那些事，我是无辜的。你是楚家实际的掌权人，你会看不出？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不在乎。你以为我是一条可以随时捏死的狗？就在刚才，我赚了1万两黄金，但我宁愿把钱扔进狗肚子里，也不会给你1文钱。我要看着你被你最在乎的家族像垃圾一样卖掉。前锋，你是个魔鬼，你杀了我吧！杀你，脏了我的手。我要你活着，亲眼看着楚家是如何被我碾成齑粉的。裴会长，戏看完了，我们走。谁干的？这件8色宝瓶是我为了大会准备的压轴重宝，现在毁了，你让我拿什么去镇场子？会长，护卫都被下了软筋散，只有赵括能搞到这种药。完了，赵括一定会借机吞并咱们的地盘，100年基业就要毁在我手里。就这种粗制滥造的破烂玩意儿，也配叫压轴重宝？毁了反而是件好事。秦风，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说风凉话？最好的工艺，那是你没见过真正的奇迹。你的眼界太窄了。旧时代的垃圾如果不粉碎，怎么腾出位置来迎接降维打击？你以为商战是过家家？这是战争。你有办法？3天时间，神仙也造不出一件重宝。哼，3天足够颠覆这个世界了。传我命令，封锁皓月湾核心工坊，外围布下天罗地网，没有我的手令，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进去。违令者，杀无赦。摒弃所有传统的手工捏制，启用特制钢模。张老五，去把库房里那批萤石和孔雀石粉末给我搬过来，快！首席，加那些粉末岂不是毁了琉璃的纯净？我不要纯净，我要的是幻彩，我要的是让他们看一眼就跪下的奇迹。化学的魅力就是让腐朽化为神奇。按我说的做，少废话。见识一下分子级别的色彩交融，什么叫工业革命的碾压？加温，给我加到3000度，把所有的煤炭都填进去，谁敢停下，我就把它扔进炉子里当燃料。秦风，这江南的天怕是要变了。裴会长，看清楚了吗？这才叫压轴重宝。这简直是神迹！不，这是文明的力量。他认真时的模样，竟有种让人忍不住臣服的魔力。大人，不好，炉火颜色不对了，温度上不去，溶液开始凝固了。退后！在科学面前，没有绝境。入魔！
算是彻底冷却了。裴会长，你的压轴重磅准备好了。秦风，这次商道大会，江南商盟的赵括联合了周围几大城池的巨头，摆明了是要在斗宝环节将九鼎商会踩死。你真的有把握凭这一件东西翻盘？翻盘？裴会长，你格局小了。我不是去翻盘的，我是去横扫千军的。我要让赵况破产跳楼，我要让楚家那些残党亲眼看着他们最后的希望彻底熄灭。这次大会之后，江南商道只有你我说了算。好，今日我便陪你疯这一把，去会会这天下群雄。在出发之前，让你先验货，免得说我空手套白狼。这怎么可能？完全没有镶嵌的痕迹，色彩居然融合在其中，这已经不是凡间的记忆了。秦风，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这件神物一出，不仅是江南，整个大夏朝的权贵都会为你疯狂。奉轩辕大人之命，特送来天下商道大会至尊座位请柬。轩辕大人说，他很期待秦先生今日的表现。替我转告轩辕大人，今日的戏码绝对不会让他失望。裴会长，上车吧，该去碾碎那些不知死活的虫子了。呸！什么江南名门欠债部？从今天起，你们楚家连要饭的都不如！把这些人都给我赶到街上去！秦风，你看看我是春秋旧时代到此结束了。这不是楚家那个废物赘婿秦风吗？他怎么敢硬闯天下商道大会？你瞎了吗？没看他身后跟着的是九鼎商会的裴会长，这排场怕是来者不善。放肆！天下商道大会乃是江南商界最高贵的盛会，你一个被楚家扫地出门的丧家之犬，有什么资格踏入这里？赵盟主，你的消息太迟后，楚家如今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要资格，而是来通知你们。我是来终结你们的旧时代的。这怎么可能？如此纯净无瑕的琉璃，竟然有足足3尺高，一体成型，毫无拼接痕迹，这绝对是价值连城的神物！假的，全都是假的！大家不要被这黄口小孩骗了，世上绝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纯净琉璃，这肯定是用了什么障眼法，或者是用胶水强行拼接出来的劣质赝品。秦风遇见假货上当，你这是把我们所有人当傻子！哦，赵盟主既然说是假的，那你想怎么验？来人，请商盟首席鉴宝大师孙老。孙老用最极端的法子验，真金不怕火炼，要是真琉璃，自然不怕敲打；若是拼接的胶水货，一碰就碎。盟主放心，老朽禁云鉴宝60年，哪怕是一丝一毫的造假，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赵括，你欺人太甚！这等绝世神物，你竟敢用铁锤和沸水！裴会长心虚了。老东西，你最好用点力气，要是砸不碎，今天碎的就是你们商盟的招牌。
障眼法而已。哼，看老朽一锤破之！这怎么可能？竟然坚如磐石！躲开！老子亲自来！我就不信那胶水不怕烫！传闻这琉璃尊一体成型，水火不侵，是绝世神物。一体成型，水火不侵，老朽有生之年能见此神物，死而无憾，这是真品，绝世真品，神迹！这是降世神迹呀！赵盟主，你的铁锤不够硬，你的水也不够烫啊！你到底用了妖术？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足以颠覆整个江南商界的绝对力量。从今天起，江南商道的规矩由我秦风来定，谁赞成，谁反对。秦风，你以为你赢定了吗？在江南，东西再好也得运得出去。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天！我以江南商盟盟主之名启动绝杀令，从这一刻起，江南所有原材料、物流全部对秦风和皓月岭无限期封锁。谁敢接他的单，就是与整个商盟为敌。绝杀令，这是要把秦风的货彻底堵死。你拿什么跟我斗？不仅如此，你以为你了解楚家吗？出来吧！楚家掌握的地下黑市还有阴阳账目，全在我手里。交给盟主，皓月湾马上就会遭到全江南联手围剿。乖乖交出配方，老夫留你全尸。你真以为拿了一本破账册就能当自己的护身符了？红叶，给他们上点眼药。赵括，看清楚了，早在3天前，皓月湾已买断了江南所有镖局和漕运帮派的10年长约。你的绝杀令，现在连一条船都调不动。你们哪来这么多现银？你对资金运作的力量一无所知，预售筹款早就抽干了江南70%的流动资金。就算你买通了物流，我这阴阳账本曝光，诸位商贾谁也跑不掉。把东西抬上来。这5车黄金是用来买下你们所有人在老管家账本里的烂账的。从今天起，你们的把柄在我手里，但我秦风不屑于用这种下作手段，我要对你们进行彻底的清算。楚家的残渣早就该扫进垃圾堆了。赵括，你的底牌打完了，现在轮到我了。从这一刻起，江南商盟我秦风接管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这群废物给我拖出去！秦风，探子来报，楚清秋在长街出事了。楚家没了，什么都没了，我到底在坚持什么？真是冤家路窄呀，我的大小姐！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不是你当初瞎了眼招惹秦风，如果不是你无能保不住楚家，老夫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断手断脚、犹如丧家之犬的地步？给我打！把我们受的屈辱全都从他身上讨回来！呸！救我！我是楚家。楚家？江南再无楚家。灌下去。
这是劣质的吊命药，它救不了你的命，只会让你的五脏六腑如同火烧般剧痛，但这能保你多活3天。秦先生的旧账还没清算完，在他没有点头之前，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看看你现在这副恶心的样子，楚家的骨气都被你丢尽了。站起来，你可是江南名门的掌舵人。楚家已经破产了，我们什么都没了。那又如何？他秦风不过是个赘婿，是我们花钱买来顶罪的棋子。就算他会烧琉璃，也永远改变不了他低贱的身份。我绝不允许你向他低头。你闭嘴！是你杀了燕！是我们亲手把一个能颠覆江南、主宰天下的神明当成垃圾一样扔掉了。你以为你很高贵吗？不，在他的绝对实力面前，我们才是真正的蝼蚁。你那可笑的高傲，把楚家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我是为了家族利益，我是对的。大楚律例在我手中，我怎么会错？他根本不在乎你的大楚律例，他用技术碾压了我们，用资本摧毁了我们。你还在死鸭子嘴硬什么？认错吧，我们错了。不要！秦风，如果时间能重来，我愿放弃一切，只求做你的妻子。秦风，我要见他，求他原谅。哪怕死，我也要死在他脚下。秦风，求求你，见见我。秦风，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求你原谅楚家，楚家死有余辜，我只求你，求你让我留在你身边。哪怕做一条狗，做牛做马，只要能看着你，求求你！做牛做马，你不配。你以为你的后悔很值钱吗？在你高高在上用卖身契羞辱我的时候，在你纵容楚家陷害我的时候，你在乎过我的命吗？楚春秋，你我早已是云泥之别，今日之后互不干涉，生死两清。你的死活与我再无半点瓜葛。江南的局已经布完，接下来这天下的商道，我要99。秦风，你当真这般绝情？喂，死了没有？没死就赶紧滚，别脏了我们皓月湾的地界。哼，跟这种丧家之犬废什么话？主上说了，生死两清。既然不是咱们皓月湾的人，就按规矩清扫干净。我是楚家。楚家早就灰飞烟灭了。你现在连个叫花子都不如，还敢在这儿摆大小姐的谱？就在这儿自生自灭吧，下辈子投胎招子放亮一点，别惹了不该惹的人。我到底错过了什么？主上，这是江南商盟过去10年的总账本，
所有的底细都在这里了。好一个江南商盟，好一个天下商道，假账烂账堆积如山，利用地区垄断恶意压价中饱私囊，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商业规矩。新手则息怒，这都是历代商盟传下来的规矩，水至清则无鱼，大家也都要养家糊口，不是？旧的规矩，从今天起彻底废除。秦叔叔，这可使不得！若是没了这些规矩，江南商道岂不是要大乱？哼，乱不了。我秦风接管商盟，就要立我秦氏的规矩。从即日起，推行秦氏商盟新规。第一，强行缩减各大分销分家70%利润配额，全部归入总盟。第二，实行统一财务管控，所有的账目流水必须经过9鼎商会的核算。第三，所有分盟的主事者必须由总盟亲自指派。缩减70%利润，秦风，你这是要我们的命！你真以为凭你一个毛头小子就能把我们江南地头蛇全吞了？就是，没有我们这些渠道商，你的货根本运不出江南。你这是要把大家往死路上逼！要你们的命，你们太高看自己了。在我眼里，你们这些靠着信息差和垄断吸血的蛀虫，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规矩我立下，谁赞成谁反对。诸位老板，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家主上的手段，你们可是见识过的，别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把整个身家性命都搭进去。给你们3天时间交割账目，3天后若有违抗新规者，楚家就是你们的下场。这就受不了了，好戏才刚刚开始。欺人太甚！缩减70%利润，还要统一财权，秦风这是要把咱们连根拔起呀！他秦风就算有9鼎商会和天穹卫撑腰，可这江南的下游渠道那可都是咱们一点一滴经营出来的，没有咱们点头，他的货就是一堆烂石头，半步也出不了江南。说得对，咱们联起手来，彻底封死所有的下游渠道。我倒要看看他秦风到时候拿什么来填补那些窟窿。等他库房里的货堆积如山，资金链断裂，自然会乖乖的来求咱们。主上，那些商会的老家伙们正在暗中串联，企图封死咱们的下游渠道。您怎么还有闲心在这烤火呀？封锁渠道，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等我把这件东西量产出来，他们那些所谓的渠道只会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回主上的话，火候已经到了，准备的怎么样了？俺老五杀猪吹了一辈子气，这肺活量绝对能把您要的那个什么玻璃泡给吹出来。好，张老五，你看好了，这叫玻璃吹仿法，不需要像九龙尊一样精雕细刻，我要的是速度，是量产。这是铁管探入，蘸取琉璃溶液，匀速转动，然后用你的极限肺活量，一口气吹出中空的形状，懂了吗？懂了，主上瞧好吧。减！这竟然和九龙尊的材质一模一样，而且只用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这算什么？老五，把那边的银净水拿过来，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高清化妆镜。天哪！秦风，你掌握了这种夺天地造化的神技，还能如此轻易的量产，此物一出，必将席卷天下财富。流水线开启，日夜不休。我要用这漫天的大雪，给江南商棚那些老鼠送上一份王族灭中的大物。哼，颤抖吧旧时代！
你给我滚出来！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你的货已经在仓库里发霉了吧？没有我们这些渠道商，你只能捂在手里发臭啊！大胆！皓月湾种地岂容尔等放肆！再往前一步，格杀勿论！格杀勿论！你杀呀！杀了我们，整个江南的商路就彻底瘫痪了。你们主上到时候还得跪着求我们回来，让秦风出来见我。秦风，你若是不收回那缩减70%利润的荒谬新规，并且把管账的权利交还给我们，江南90%的货运通道今天就会彻底瘫痪。秦守尊，做生意讲究个和气生财，现在服个软还能合作，否则你的九鼎商会就要在这江南除名了。你们难道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裴会长，这里轮不到你说话。秦风，你是要死扛到底，还是乖乖认输？认输？就凭你们这群连井口都没见过的青蛙，也配让我认输？啊！你们以为掌控了几条破烂马车塔路就掌控了天下商道，垄断了残次品就能掐住我的咽喉？你少虚张声势！睁开狗眼看看，这是什么？从今天起，你们那些腐朽渠道我一个都不需要了，因为属于你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画大饼谁不会？你就算有通天的计划，没有吸引人的奇珍异宝，百姓凭什么买你的账？你那些烂瓷器和破布根本填不满这张网。奇珍异宝，好，那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抬上来！砸开！这是琉璃，如此纯净的琉璃，怎么可能？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就算是皇宫大内，也凑不出这么多极品琉璃。你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皇宫大内算什么东西？在我秦风这里，这玩意儿叫玻璃，是要当白菜卖的日用品。从即刻起，成立九鼎直营体系，所有这些玻璃制品将以你们无法想象的极低价格，直接向全天下倾销。而你们这群企图逼宫的蠢货，将被彻底踢出九鼎商会的任何合作名单，永不录用。完了，全完了！我的钱庄，我的商铺，全变成废纸了！秦守尊，秦祖宗，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求你高抬贵手，赏我们一口饭吃吧！秦守尊饶命啊！我们愿意交出所有的渠道，愿意给您做牛做马，求您别踢出我们！当我路者，杀无赦。商场就是战场。我要以这漫天神物为利刃，正式向这天下的商业版图发起摧枯拉朽的经济远征。我要让这天下99%的财富尽归我秦风之手。愿为主上笑死！愿为主上笑死！启报，轩辕大人，秦爷，京城出事了！慌什么？天塌下来有秦爷顶着。说，盘踞京城的天下商盟总部察觉了江南的异动，他们启动了最高级别的经济封杀令，从今日起切断江南12州所有硝选和木炭的供应渠道，任何敢与皓月湾做生意的商贾杀无赦。什么？切断所有原材料？天下商民这是要直接掐断我们琉璃工坊的咽喉啊！主上，流水线一旦停工，我们前期砸进去的巨额资金就会彻底断裂。
谁能想到，这位像蛆虫一样在烂泥里蠕动的残废，竟会是曾经名震江南的楚家大小姐楚春秋？你们是谁？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条贱命对我们天下商盟来说，还有那么一点点废物利用的价值。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楚家没了，我也被他丢弃了，我没有价值。你难道不想报仇吗？你难道不想看看那个把你踩在脚下、剥夺你一切的秦风，最终身败名裂、跪地求饶的下场？秦风，带走，给他灌下最好的吊命参汤，把这具残破的身子给我缝缝补补。他可是我们拿捏秦风的一张王牌。秦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吗？主上，备用合成材料已经秘密运入地下工坊，产能如您所料，不降反增。这只是第一步。天下商盟的封杀令既然已经下达，他们绝不会派人至原材料上做工账，寻找我的底牌。主上放心，我已让九鼎商会的暗卫将皓月湾围得铁桶一般，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不仅不能防，我还要打开大门，请君入瓮。传令下去，明日在皓月湾外围设立圣尸粥棚。主上，此时招募流亡商贾，万一混入奸细，我要的就是奸细，不把他们自以为是的底牌一点点碾碎，这游戏怎么能尽兴呢？主上，今日收留流亡商主已有300余人，天下商盟的封杀令确实逼死了一大批小商户，他们现在走投无路，只能来投靠咱们。乱世用重防，绝境见人心，盯紧每一个人的背景，宁杀错，不放过。小女子云点烟，叩见秦爷，求秦爷大发慈悲，救小女子一命。放肆！主上的车驾也是你敢惊扰的，轰走！秦爷，小女子是北方流亡的农家商贾之女，家族被天下商盟迫害致死，只剩我一人逃难至此。小女子虽身如浮萍，但手中有一份祖传的北方商道舆图，只要秦爷愿意庇护，小女子愿献出舆图，甚至愿自降身份，做秦爷的一房贱妾，结纳妾之礼，终生侍奉秦爷左右。主上，北方商道图谱对咱们的远征计划极为重要。这女子看着也可怜，若是底屑干净，粗布麻衣掩不住身上的血缎中衣，自称农家女，双手却白皙细腻，唯独右手虎口处有一层常年握持短兵器留下的厚重老茧。最重要的是，北方商道图谱还要自干为妾，这买卖我秦风听着倒是稳赚不赔。秦爷英明，只要秦爷肯收留，点男生是秦爷的人，死是秦爷的鬼。好一张楚楚可怜的脸！既然你这么想进我皓月湾的门，岂不是显得我秦风不解夫情？那就按规矩，3日后就在皓月湾办一场迎宾纳妾宴。是，多谢秦爷，多谢秦爷恩典。秦兄弟，你真信了那个女人的鬼话？她身上的气息可不像是普通的农家商贾。信，她全身上下除了那句想做妾是冲着我来的，连一根头发丝都在撒谎。你既然看穿了，为何还要放他进来？难道他就是天下商盟派来的探子？不仅是探子，恐怕还是一条大鱼。既然天下商盟想用美人计和苦肉计来探我的底牌，那我就顺水推舟，给你搭个戏台。轩辕，通知天穹卫的暗桩，全天候无死角的盯死云点烟的所有动向。记住，别打草惊蛇。我要看看这只披着羊皮的狼到底能给我演出多大的一出戏。明白。这皓月湾的门他进得来，想出去就只能变成一具尸体了。纳妾礼，哼，我会让他知道，想爬上我秦风的床，是要付出灵魂的代价的。秦风防范的如此严密，核心区域全被天穹卫把守。不过，只要让我找到琉璃量产的配方孤坊，天下商盟就能瞬间将它彻底碾碎。禁地重地，擅闯者死。大哥误会了，小女子是秦爷刚收下的妾室，见秦爷日夜操劳，特意熬了参汤送来。滚回外院！我走错路了，再敢踏出半步，杀无赦！好个水泼不进的皓月湾，看来只能在明日的迎宾纳妾宴上逼他就范了。秦爷，点烟敬您一杯。秦爷凭借着琉璃神物，轻易便将江南商界握于掌中，此等手段真乃神人也。
只是不知这琉璃的产量是否足以支撑秦爷的雄心壮志呢？产量，点烟姑娘既然马上要成为我秦家的人，连这点格局都没有吗？在我看来，产品从来不是核心，核心是垄断与做空。垄断、做空，秦爷此言何意？点烟愚钝。你以为我靠的是手工作坊里敲敲打打的那点产量？错，我玩的是产业链的降维打击。天下商盟以为切断了我的硝石和酸散就能让我停工，他们根本不懂。当工业流水线完成技术迭代后，原材料的壁垒在我眼里连个屁都不是。秦爷果然高深莫测，但天下商盟底蕴深厚，他们在京城根深蒂固。若他们不计成本的打价格战，价格战，哈哈哈哈哈！裴红叶，什么是皓月湾的规矩？皓月湾的规矩就是，我们不仅卖琉璃，我们还要定天下商道的标准。顺势者可以喝口汤，逆势者连骨头渣子都别想剩下。这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的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怪物般的知识？正常的试探根本没用。秦爷果然好手段。不过，秦爷既然今日要纳我为妾，那点烟生未来的枕边人也给秦爷准备了一份大礼，一份能让秦爷认清现实的大礼。秦风，我好痛，我真的好痛啊！竟然是你，秦风，他们要杀我，我不想死，求求你，看在咱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救救我！秦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可是您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啊！虽然她曾弃您如敝履，但世俗生育大于天。秦爷今日在此风光纳妾，若是传出眼睁睁看着结发妻子惨死于此而见死不救的消息，您这天下商道的霸主名声，怕是还要不要了？贱人，你敢在此大放厥言！来人，拿下，拿下！裴会长且慢，我既然敢亮出底牌，就不怕你们动手。秦风，明人不说暗话，我乃天下商盟总部特使，盟主之女。今日这纳妾宴不过是个幌子，只要你交出琉璃量产的所有核心配方，并自废武功并入天下商盟，我就大发慈悲，留你这位娇滴滴的前妻一条狗命。否则，我立刻让她在你面前被碎尸万段，让你秦风背上生生世世的薄情寡义之名。秦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只要你救我，我什么都愿意做，哪怕是做你的奴婢，做你的一条狗。我绝不让你背负骂名。哈哈哈哈哈！这就是天下商盟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底牌：道德绑架、结发妻子，简直滑天之大稽。楚深秋，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把自己弄得足够可怜，只要你流几滴血泪，我秦风就会像以前那个废物赘婿一样？对你心软？不是的，秦风，你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早在楚家大堂，我写下休书撕毁死契的那一刻，你楚春秋在我秦风眼里就连地上的尘埃都不如。你的死活与我何干？你这具残破不堪的躯壳，别说换我的琉璃配方，就是换皓月湾的一口泔水都不配。为什么你要这么绝情？秦风，我恨你，我好恨啊！天下商盟千金，你以为拿一具腐尸就能威胁我？轩辕吉在，把那2个带楚满秋进来的死士给我剁碎了喂狗。至于这位云千金，你不能杀我！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你若是杀了我，天下商盟绝对会倾尽所有，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杀你！脏了我的手，滚回去告诉你们盟主，洗干净脖子等着。这天下商道，从今天起只能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我秦风的声音。你会后悔的。我秦风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后悔2字。
是天下商盟最高级别的万国商博会绝杀战书。1个月后，京城万国商博会天下奇珍汇聚，我父亲将在那里联合北方12大商阀，用绝对的财力和技术，将你这皓月湾的琉璃彻底打成破铜烂铁。你若有种，就来京城接战；若是不敢，就等着被天下商盟的经济封锁，活活困死在这江南海乡吧！万国商博会，好，很好。我正愁怎么把你们这群躲在暗处的京城老鼠一网打尽。既然你们主动搭好了戏台，我秦风接了。裴红叶，属下在。掀开他，让这自以为是的天下商盟千金，还有这满堂的江南商户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工业奇迹。什么才叫足以碾碎整个时代的底牌？遵命。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仙家法宝，竟能将人影照得如此纤毫毕显？不可能！天下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镜子？这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打造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把镜子砸了！秦风，你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我恨你，我恨你啊！回去告诉你的盟主，万国商博会准备好棺材，因为那里将是你们天下商盟的葬身之地。滚！骗子，都是假的！这镜子里的怪物不是我，我是楚家大小姐，我是名震江南的绝世美人。秦风，你用妖术害我，你把我的脸还给我！拖出去，别脏了皓月湾的地砖。秦风，天下商盟既然敢在万国商博照会上发下绝杀战书，必然是准备了倾覆天下的庞大资金盘，甚至可能击逐了北方12大商阀的所有底蕴。单凭这水银镜，只怕还不足以将他们彻底碾成齑粉，对吧？传我指令，即刻起，皓月湾核心区域全面封锁，任何人不得靠近底层绝密攻防半步。我要让京城那群井底之蛙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龟缩岩提纯，高分子聚合，加上特定角度的微晶体切割，这件东西不属于这个时代。高分子防弹内甲，加上能够扭曲光线的极光折射娄镜，这套战袍配合流光视觉营销，足以在万国商博会上直接击穿古代人的心理防线。不可思议，简直夺天地之造化！秦风，你这究竟是什么妖术？我堂堂天穹卫核心干员，武道宗师的眼力竟看不透这件衣裳的虚实。妖术，轩辕大人，这是工业，是科学，是足以跨越你们几百年认知的绝对真理。好一个绝对真理！这是天穹卫最高级别的云龙金牌，持此牌，京城之中，天穹卫皆为你挡下。轩辕大人倒是大方，不过我这人做生意向来喜欢赶尽杀绝，一旦我去了京城，那帮老家伙若是玩不起，这金牌怕是会染上不少血。秦风，我在这皓月湾等着看你如何在京城掀起惊涛骇浪。京城，洗好脖子等我。哟，这不是江南来的秦大老板吗？怎么真敢来京城送死啊？放肆！九鼎商会的车队你们也敢拦？让开！裴会长，这里是京城，不是你们江南的穷乡僻壤。云盟主有令，京城内所有挂牌的客栈、酒楼、别院，已经全被我们天下商盟包下了。哪怕是一间漏风的柴房，你们也别想住进去。识相的就带着你们的破铜烂铁滚回江南，否则这京城郊外的冰天雪地，就是你们这群暴发户的坟墓。撵过去，敢挡路者死！
长眼的乡巴佬！今日岁星楼已被天下商盟的云宗主全包了，不接待外客，赶滚！开箱。这里是10万两黄金，10倍市价，买你岁星楼1个月。这位大爷，这不合规矩啊！云盟主，我秦风的话就是规矩，不收钱就拆楼，你自己选。收，小人收。大爷您里边请，这岁星楼从现在起就是您的。哪来的狂徒，竟敢抢云盟主的地盘！兄弟们，给我上！废了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京城，刚入京城就直接用黄金砸开大门，重伤云霸天的人，秦风，你这是在逼他们今晚就动手啊！不动手，怎么显得出他们京城商阀的无能？派人去告诉云霸天，今晚我在岁星楼天字号包厢摆下大宴，他若有胆，就带着他那群土鸡瓦狗滚过来拜见我。好一个江南来的秦风，砸我的场子，打我的人，还敢在京城摆鸿门宴！老夫纵横商海40年，还从未见过像你这般不知死活的狂徒。40年才混成这副德行，我要是你，早就找个面条吊死了。坐吧，别说我不懂得尊老爱幼。黄口小儿，你以为有点臭钱就能在京城撒野？京城讲究的是底蕴，是传承。你一个做玻璃的泥腿子，也配跟我们同台平坐？秦风，年轻人气盛可以理解。但若是没有足够的底蕴支撑，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今日老夫就让你这乡巴佬长长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稀世奇珍。看清楚了，这是我王家传承100年的极品帝王绿玉如意。你那什么破水银镜，在他面前不过是哄骗乡下人的戏法。极品帝王绿，价值连城。云霸天，你们北方12大商帮的脑子里装的都是豆腐渣吗？一块富含各元素的苏苏盐结晶体，里面掺杂了点微量元素，改变了颜色，就被你们这群蠢货当成祖宗一样供着。你们所谓的底蕴，就是把一块破石头炒出天价的智商税。而我秦风的底蕴，是足以改变整个天下生产力的工业法则。万国商博会上，我会用我的技术，将你们这些垄断资源的吸血鬼，彻底扫进历史的大迹。你们的翡翠，你们的古董，在我的工业洪流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黄口孺子，巧言令色。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休怪老夫心狠手辣。秦风，老夫敬你一杯，这杯酒就当是为你送行。秦风，小心！等的就是你这招。
喜欢敬酒，那就自己喝个够。云盟主，你这酒不够烈啊！回去告诉你们商盟的所有人，洗净脖子，3日后我会亲手敲响你们的丧钟。红叶，我们走。诸位，我天下商盟底蕴深厚，岂是江南一个黄口小子能撼动的？这些琉璃同样晶莹剔透。今日便是天下商盟确立100年霸权之日。盟主这琉璃虽然不错，但比起传闻中皓月湾的极品琉璃，似乎还是差了些火候啊。而且那秦风真的敢来吗？神迹！这是仙家的流光法袍啊！红叶，节目是。完了，这是屠杀！天下商道从今天起，只有我秦风一个声音，万国商战现在开始吞噬。这不是琉璃，这是天上仙宫的宝镜。秦风难道是神明转世不成？天下商盟那些浑浊的破厨子，连给这神镜提鞋都不配呀！屠杀，对，这是屠杀！我天下商盟100年基业，怎么会败给你一个江南来的赘婿？我不服！我云霸天绝不认输！既然商道上赢不了你，那你就给我把命留下来，杀了他！给我把那些妖精全砸了！别再招风了，快跑九鼎铁卫结阵镇压。这不可能！你连这一步都算云到了。霸天，商业的尽头是暴利。你以为我敢孤身入京，会不防着你狗急跳墙？秦风，你别狂！我手里还有北方12大商华联名签署的总商契，我用整个北方的财富做抵押，我要跟你对赌。只要总商契在，天下商盟就不会亡。秦风，你敢接吗？用你这妖精的技术，赌我整个北方12大商区的全部地院。是天穹卫，是那个掌管生杀大权的轩辕吉大人。轩辕大人，您来的正好。秦风这个江南逆贼，用妖术扰乱京城商道，还当众屠杀我商盟子弟，请天穹卫立刻将他诛杀，以正律法呀！秦风，本座奉命镇压京城商会暴乱，你可有话说？天穹卫掌管天下秩序，
求的无非是国富民强，武备精良。云霸天所谓的妖术，不过是他愚昧无知罢了。轩辕大人，此物名为战术折射镜，它利用的是现代物理学中的光线折射原理。妖言惑众，什么物理，什么折射，都是妖法。哼，愚蠢！轩辕大人，试看一下，若将此镜分为2块，以特定角度安装在中空的主管2端，您的斥候便可躲在掩体之后，不露头就能看清敌军阵地的所有动向。这在军事侦察上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此物表面的涂层能引发特定的光波共振，若制成大型探照仪，能在黑夜上将微弱火光放大数10倍，让敌军的夜袭无所遁形。云霸天拿这些粗劣的假珠子在这过家家，而我秦风拿出的是足以颠覆整个天下军备与民生的降维技术。轩辕大人，您说谁才是扰乱天下的罪人？无需露头便可侦察敌情，夜间放大火光，这种闻所未闻的物理神技，若能列装天穹卫，我朝武备将产生质的飞跃。轩辕大人，您别听他信口雌黄，我手里有北方12大商阀的总商器，只要天居助我，我愿将商盟未来10年的利润分出1半承当军费。天下商盟的底蕴，绝不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比的。底蕴？云霸天，你以为你还有底蕴吗？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早在半个月前，我就通过建立多个皮包商会，以10倍杠杆做空了你天下商盟的生丝、茶叶等所有核心大宗商品。你自以为垄断了渠道，实际上你商盟的资金链早就被我切断了。你现在拿在手里的，不过是一张催命的废纸。这怎么可能？你什么时候买通了各路钱庄？空壳？我天下商盟竟然成了一个空壳！天下商盟伪造资产，欺瞒天穹，扰乱市场秩序，即刻起剥夺云霸天一切商道特权，查封商盟所有资产。本次万国商包会魁首乃皓月湾秦风。他赢了，他不仅赢了，还成了连天穹卫都要敬重的神明。而我曾经拥有过这个神明，却亲手将他踩进了烂泥里。秦风，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轩辕大人，今日能兵不血刃拿下这京城商道，多亏天孔卫坐镇。秦某已在碎星楼备下薄酒，还请大人赏光。这顿酒，本座喝定了。秦风，那是我的夫君，他本该是我的。楚春秋，你我之间生死两清，滚！活该。
秦老板，你赚到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就只懂得用这些俗物来充门面吗？若你的格局仅限于此，那这天下商道你未必守得住。哼，哈哈哈哈哈！轩辕大人说的对，这些腐朽的古代垃圾确实配不上你我的身份。来人，把这些破烂全给我撤了！这是何物？这叫无烟炭火乳烧烤。吃肉就要吃最纯粹的野性与刺激。这香气竟然如此霸道。光有肉怎么行？轩辕大人，尝尝我亲自提纯的高度蒸馏白酒，度数高达60度，凡夫俗子一口就倒。不知大人敢不敢饮？痛快，痛快！这才是真男人该喝的酒，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绝味。秦风，你不仅是个商业奇才，更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天才。我轩辕吉服了。轩辕大人，酒肉不过是小道，我秦风的格局远不止于此。北方12大商阀守着旧时代的规矩，效率低下。我要用流水线工业体系彻底改造他们。我要建立统一的降粮衡，修建贯穿南北的物资轨道，让天下的财富如同这白酒一样，经过最高效的提纯，源源不断的流入你我手中。我要创造一个由工业和资本统治的崭新时代。好一个崭新的时代！哈哈哈哈哈！好一个秦风，天下商道任你施展。旧时代结束了，我秦风的帝国现在正式降临。秦先生，我轩辕吉此生阅人无数，却从未见过你这般拥有吞天吐地之志的奇才。你这番流水线与工业体系的宏图，必将颠覆整个天下。轩辕大人，颠覆天下只是第一步，我要的是绝对的规则制定权。这枚金令我收下了。有先生这句话，我便放心了。我这就连夜赶回天穹卫总部，为你最高级别的特权通道。从明天起，北方各州的市场关卡对你九鼎商会畅通无阻。那就有劳轩辕大人了。你竟然真的说服了那个喜怒无常的轩辕吉，有了天穹金令，我们在京城便等于有了免死金牌。免死金牌？不，这是杀人的利器。北方12大商阀同气连枝，其中这杜法掌控着北方70%的矿产和传统手工业，是他们最锋利的獠牙。欲破商法，必先断其獠牙。杜法底蕴深厚，现金流极其恐怖，我们初入京城，硬碰硬恐怕会吃亏。你打算怎么做？硬碰硬，那是莽夫的手段。我要用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奢侈品倾销，在3天内抽干杜法所有的现金流。你是说我们在江南量产的那些极品琉璃？不只是极品琉璃，明天以九鼎北商会的名义，在京城最繁华的朱雀街召开新品发布会。杜法主，这便是九鼎商会刚刚发出的请柬。那个叫秦风的江南赘婿扬言要在今日正午展出什么超越时代的工业神迹，简直是狂妄至极。江南来的赘婿不过是踩了狗屎运，攀上了九鼎商会的高枝。哼，竟然敢来我北方商阀的地盘上撒野！传令下去，调集杜法所有可用的资金，只要他敢卖，我就敢买。我要在价格战上把他那点可怜的错货全部吃下，然后再以白菜价抛售，彻底击垮九鼎商会的招牌。法主英明，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下官还准备了一张王牌。哦，什么王牌？下官重金从江南商盟的残党中挖来了一个老熟人，这个老太婆手里握着一份能让秦风身破名裂的致命铁证，只要在发布会上当众揭发，大楚律例的屠刀就能直接斩下秦风的脑袋。哈哈哈哈哈哈！好管齐下，我要让这个秦风今天有命开张，没命收场。诸位，旧时代的昏暗已经统治了太久，今日我秦风将为京城带来真正的光明。
传统纸糊灯笼光线昏暗且易燃，而我这九鼎神明灯不仅晶莹剔透，更是能将光线完美折射。一盏神灯更比6盏强。神器，齐先生，这九鼎神明灯我全要了。慢着，我出双倍的价格，这批货我杜法包圆了。杜法主真是财大气粗，不过我九鼎商会的规矩是，不设上限，价高者得。你这个杀千刀的畜生！你还我江南上峰几10条人命来呀！哪来的疯狗，敢在我的地盘年年狂吠？大人们明鉴，这个秦风残忍毒伤将窃取琉璃配方，这血书就是铁证。求青天大老爷做主，将这窃贼碎尸万段。大胆狂徒秦风，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来人啊，给我拿下！行。我看谁敢动他！九鼎且位何在？裴会长，暴力抗法，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秦风窃密杀人，证据确凿。你们九鼎商会难道想包庇一个杀人犯，与整个大楚律法为敌吗？裴会长，识相的就乖乖让开，否则今天九鼎商会鸡犬不留。红叶，退下。秦风，他们这是有备而来，伪造伪证要置你于死地。一旦你被带走，进了大牢，生死就由不得我们了。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杜婉金不过是想把我关起来，趁机做空九鼎商会的资金盘。你不用管我，放手让他们做空，把所有底牌都砸进来。等他们觉得胜券在握的时候，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来，不是要抓我吗？代价！死到临头还敢猖狂，给他带上100斤重甲，押入死牢。小子，你的神话结束了。等你进了大牢，你九鼎商会的产业，我会一口一口全部吃干抹净。杜法主，好好享受这最后的狂欢吧，因为过了今晚，你的杜法连要饭的破碗都不会剩下一个。马上动手，动用所有资金，全面做空九鼎商会。我要在明天天亮前看到他们破产的账本。杜法主，进了这底层死牢，就算是条龙也得盘着。我估计那秦风现在正缩在角落里，痛哭流涕的求饶呢。我要亲自从他嘴里把琉璃配方和那个流水线计划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出来。哟，杜法主执行官大人，大半夜的来死鱼视察工作，要不要进来喝一杯？混账！你们在干什么？他是重刑死囚，谁给你们的胆子让他这么嚣张？秦风，你死到临头还敢摆谱，交出琉璃配方，我留你一具全尸，否则今晚就让你生不如死。杜婉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定了？你倾尽杜法所有现金流，甚至借了高利贷去搓空九鼎商会。你以为你是在抄底？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杜法资金雄厚，踩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蠢货！资本的杠杆一旦撬动，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护盘，就是万丈深渊。你大量抛售借来的九鼎商票，
企图砸穿价格。但你不知道，我早就暗中调集了天下3大钱庄的资金，就等在谷底张开血盆大口。不可能！你一个被关在死牢里的人，怎么可能操控外界的资金？你是在诈我！是不是诈你？明早公审大堂上，自然见分晓。滚吧，珍惜你作为法主的最后一个夜晚。升堂，带重犯秦风。秦风，你少装神弄鬼！今天在这公堂之上，我看你还怎么翻盘！重犯秦风，见本官为何不跪？跪？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秦风下跪？刘氏，把你的铁证呈上来，当众揭穿这个狂徒的真面目！大老爷，这就是秦风当年毒杀我江南核心工匠、抢夺配方的血书，上面字字句句都是用工匠的心头血写就的。秦风，铁证如山，大楚律例，泄密杀人者凌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铁证不过是乡野村夫的低劣戏码罢了，用一点姜黄粉混着碱水洗，干了以后呈现血红色，就敢冒充心头血，真是贻笑大方。你胡说！你死到临头还敢狡辩？若要辨明真伪，极其简单，给我1碗清水，再加2滴白醋。给他，本官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字消失了，真的消失了，那根本不是血，是伪造的。这怎么可能？科学的降维打击，岂是你们这群蠢货能理解？你们所谓的铁证，在我眼里连擦鞋的抹布都不如。反了，反了！他不仅杀人，还敢当堂施妖法毁坏证据。来人啊，弓箭手准备，给我将这妖人当堂射杀！杀了他！立刻杀了他！只要他死，我杜法的资金就能解套。放箭啊！杀我，就凭你们这群蝼蚁！天穹金令在此，剑令如见天穹之主，谁敢放肆？天穹金令，下官罪该万死，下官该死啊！天穹卫奉命彻查北方商阀勾结地方官员一案，杜万金恶意操纵市场，伪造伪证陷害秦先生，区域执分官贪赃枉法，意图谋杀，立刻查抄杜法与执行官府邸，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打入死牢，秋后问斩。不，我杜法100年基业呀！秦风，你是个魔鬼，你是个魔鬼呀！杜法的覆灭不过是开胃小菜。今天，北方12大商阀的丧钟正式敲响。杜法的覆灭不过是开胃小菜。今天，北方12大商阀的丧钟正式敲响。九鼎三会，誓死追随秦先生。放开我！我是杜法之主，你们不能这么对我！秦先生，人已拿下，随时可以送入暗牢大刑伺候。不，我的商铺，我的盘口，秦风，你敢吞我的基业，北方商魁绝不会放过你！裴红叶，传我命令，1个时辰内全面接收杜伐在京城的所有盘口、仓库、钱庄，胆敢反抗者，杀无赦！我要杜伐在这京城连一根草都剩不下。是，遵命。
红叶立刻去办，绝不留一丝死角。带走，让他尝尝天穹卫的手段。秦风，你不过是我楚家的一个卑贱赘婿，能给你一口饭吃已是天大的恩赐，别妄想得到不属于你的东西。秦风，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让我走，求求你。杀了我！有种你们直接杀了我！进了天穹卫暗牢，想死那是奢望。不把你们这些吸血蛀虫的油水榨干，你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我杜法12大伤法，绝不会放过你们，绝不！杜万金，别做梦，签了这份无偿转让契约，把你杜发所有的矿山、船队、钱庄、商铺尽数移交到九鼎商会名下，这样兴许还能留你一个全尸。秦风，你这个卑贱的强盗！我杜家100年基业，是我祖祖辈辈用命换来的。你想不花1分钱全部吞掉？做梦！我就是死，也绝不签字。死？你以为你不签我就拿不到？我只是嫌强行接收太浪费时间而已。这上面记录着你杜伐过去10年利用独家航线秘密向关外敌国走私精铁和粮草的所有详细，每一笔都盖着你杜万金的私印。你怎么会有这本账？我明明把它藏在……还有这份，你杜发圈养的3000死士名单，以及你贿赂京城各部官员的详细记录，每一条都足够诛你9族。不签契约，我现在就把这2本东西扔给轩辕吉。大楚律例，通敌叛国者，凌迟处死。族内男丁诞生为女，女眷世世充当军妓。你猜，你杜家那几百口老弱妇孺能在地狱里撑几天？我签！秦风，你赢了！你这个魔鬼，你赢了！秦风，契约我签了，你答应过给我杜家留一条生路。生路？当然，不过这生路怎么走，由我说了算。你杜发引以为傲的100年基业，那些垄断北方水路的船队，明天就会被全部拆解，劈成柴火，送进我九鼎商会的流水线工坊当燃料。拆解？你说什么？拆解？那是能下金蛋的船队！你疯了吗？还有你杜家引以为傲的钱庄、商铺，统统贱卖充公。从今往后，北方12州再也不会有任何一家商号敢挂杜字的招牌。我要让你杜伐的心血，连同你这个名字，从天下商道彻底抹除，灰飞烟灭。秦风，你不得好死！我杜家先祖在地下看着你，北方剩下的大法绝对会把你撕成碎片！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无能的犬吠！秦先生，刚截获的情报，杜伐覆灭的消息已经传遍北方，剩下的11大商阀彻底急眼了。他们正在秘密集结，
恐怕要动用玉石俱焚的手段。急眼就对了，就怕他们像缩头乌龟一样堵着。传令下去，让咱们的商铺敞开大门，我倒要看看这群封建时代的遗老遗少能翻出什么老话。疯了！这个秦风简直是个疯子！杜老大100年的基业，他竟然说拆就拆，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他这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啊！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既然他不留活路，那就彻底撕破脸皮。我们11大家族联手，掌控着天下70%的命脉物资。只要我们动一动手指，就能让京城变成人间炼狱。会发布断供绝杀令。从今天起，全面切断输往京城和江南的所有粮油、棉布、铁器供应。我要让京城的平头百姓没饭吃、没衣穿，逼得天穹卫主动把秦风的脑袋送上来平息民怨。掌柜的，给我1斗米，就1斗，我家孩子饿得直哭啊！吵什么吵？今天米价再翻3倍，10两银子1斗，买不起的滚蛋！北方的粮船都停了，现在京城就是个孤岛，有钱你们也买不到吃的。人渣的招法呀，就是不给我们活路了。齐先生，大事不好了！11大商阀彻底疯了，他们启动了断供绝杀令。不仅是粮食，连生丝、棉布、燃料的供应链全被掐断了。短短3天，京城物价翻了整整5倍。咱们名下的直营店被恐慌的百姓围得水泄不通，仓库里的存货最多还能撑2天，引发全城暴乱。天穹卫为了稳住大局，肯定会拿咱们开刀啊！断供绝杀令，我还以为他们能憋出什么新招式，原来还是这套老掉牙的把戏。秦风，你玩得太过了！如今京城物价飞天，民怨沸腾，整个天穹卫的内阁都快被地方奏折淹没了。3天内若无法平息物价，我就只能先摘了你的脑袋，去祭奠这全城的恶殍。轩辕大人，这是11大商华恶意封锁，怎么能怪秦先生？哈哈哈哈哈！轩辕吉，你急什么？就凭那群只知道垄断土地和运河的蠢货，也想扼杀我秦风的经济帝国？他们以为掐断了手工小作坊的货源就能困死我，真是可笑至极。他们对真正的力量根本一无所知。真正的力量，你到底还有什么底牌？现在整个北方的货源都断了，你就算有金山银山，也变不出粮食和布料。走，跟我去城外的工坊。今天我让你们亲眼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降维打击。农耕时代的商法企图用人力和骡马掐断我的命脉，今天我就用碾压时代的工业化产能海啸，彻底冲垮他们那可笑的封锁墙。轰隆隆隆！天哪，这速度，这一台机器抵得上江南1万个熟练女巫。这究竟是什么怪物？这种非人的力量居然反掌控！看到吧，旧时代的蝼蚁们，从今天起，机器轰鸣之处，皆为我秦风之疆土。11大商阀，准备迎接毁灭吧！轰隆隆隆！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不用人力，不用水流，仅凭这烧开水的力量，就能驱动如此庞大的击破。收起你那属于农耕时代的贫乏小夏力量，这叫工业革命。看看这密度，摸摸这韧性，江南最顶尖的织府一天也织不出半匹，而我这台机器，只要煤炭不断，一天能吐出10万匹。10万匹，这等产能，足以在3天内冲垮整个大楚的布匹市价。你这是要颠覆国本！轩辕大人，这不是颠覆，这是新生。有了这等神物，11大商阀的物资封锁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玩火吗？3天平息物价，我只需要1天就能让京城的布价跌穿地底，让那群囤积居奇的闪货倾家荡产。秦先生，我轩辕吉彻底服了。你若真能做到，天穹卫就是你最锋利的刀。我要的不是刀，而是路。11大商阀封锁了运河和官道，我的机器需要海量的原棉，你能解决吗？800里加急的军方驿站，天穹卫专属的秘密粮道，从今天起全部为你秦风敞开，谁敢劫你的货，我诛他9族！好，有天穹卫保驾护航，这场工业碾压正式开局！砰砰砰！秦风呢？让他滚出来跪营！11大商阀的最后通牒到了。管事，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我们地盘撒野？哟，会长大人，事到如今还这么嚣张？现在城里连1粒米1根线都进不来，你们的库房怕是连老鼠都找不到吃的了吧？说完了，说完就滚！狂妄！秦风，你听好了，这是11家家主联名签署的吞并死契。家主们发话了，只要你立刻自废双手，交出9鼎商会所有资产和玻璃配方，并在东华门外跪下你口签字攒高，否则3天后整个京城化为恶殍之城，所有的罪名都将由你秦风一人承担，你就是大楚的千古罪人。旧时代的残党，连死亡逼近的声音都听不到。好一个千古罪人，好一个吞并死契！这是什么妖法？你想干什么？回去告诉你们那11个半截入土的家主。这场仗我秦风接了，3天之内，我不光要让你们的物资变成废纸，还要让11大商阀从大楚的版图上彻底抹除。莫找夫年，你做梦，没人会买，你等死吧！先生，出刺客出现，没有漂白剂和染料，这可怎么办？化学的奇迹，岂是这群土鳖能懂的？去，给我准备几口大缸，再拉10车粗盐过来。先生，探子刚刚传回死信，11大商阀不仅烧毁了所有库存的染料，连草木灰、明方这些最基础的漂白材料都被他们倒进了护林河。现在就算机器产能再高，织出来的也全是暗黄粗糙的坯布。京城的达官显贵、富商巨混根本不可能穿这种东西。我们被卡死在最后一步了。急什么？他们把古代那点可怜的植物染料烧了，我还要感谢他们，省得我自己去清理市场。感谢他们，先生，您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话？没有漂白和染色布匹就是废品啊！废品，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废品，只有落后的技术。这群蠢货以为垄断了植物和矿物就能锁死我，今天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魔法。咕噜咕噜。先生，这是什么毒气？太刺鼻了！氯气，现代工业漂白的基石。在古代，这可是降维打击的神器。看好了，红叶，见证奇迹的时刻。完了！天哪，这是仙术吗？仅仅过了一遍水，粗布就变成了极品雪云缎。术不，这是次磷酸钙的力量。漂白只是开胃菜，他们断我的植物染料，我就用玫红窑给他们合成出世界上最绚丽的颜色。轰！投案染料给我出！
美了，这种颜色连皇宫里的贡品都比不上。先生，您不是人，您是神，商道的神。神？不，我是来收割他们生命的死神。传令下去，108家九鼎绝殿连夜接货。遵命。报，会长先生，大事不好！11大商发买通了天空卫内阁的严干员，严干员正率领上千名天空卫，包围了九鼎商会总部，要执行商界绝杀令，查封我们所有资产。居然动用官府力量掀桌子！先生，我这就率领铁卫杀回去，跟他们拼了！拼？为什么要拼？既然他们想查封，那就让他们封。走，我们回去，好好配合严大人的工作。秦风何在？九鼎商会囤积居辖，本官奉命执行商界绝杀令，即刻查封九鼎商会所有金库账本和货仓，反抗者格杀勿论。哈哈哈哈哈！秦风，你昨天不是很狂吗？今天严大人亲临，我看你还怎么翻天？严大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既然上面下了绝杀令，秦某自然全力配合。你这只狡猾的狐狸又在耍什么花招？大人说笑了，这偌大的商会，如今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您要封随便封。红叶，把金库和货藏的钥匙交给严大人。先生，这交。先生，我们明明生产了海量的极品布料，为什么不拿出来反击？为什么要任由严干员查封总部？一旦贴上封天，我们就彻底被动了。红叶，你懂什么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吗？严干员和商阀的眼睛全部盯在总部和我的大仓库上，他们查封的越彻底，防备也就越松懈。而这个时候，你手下的铁卫是不是已经通过地下暗道，将10万匹极品布料全部铺进了全城108家毫不起眼的直营店里？先生，您是故意让他们查封总部的，你要把战场直接转移到最底层的终端店铺。我要的不是在公堂上和他们辩论，我要的是在一瞬间用跳楼价的极品货物彻底砸碎他们的资金链。哈哈哈哈哈！秦风，你完了！九鼎商会彻底覆灭了，没有了资产，没有了货物，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秦风，认命！来人，给这扰乱市价的罪魁祸首上枷锁，打入死牢，秋后问斩。5时3刻，阳光正好。严大人，你判我死刑之前，难道就不听听外面的声音吗？